好，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文。我们的口号再次的吓到来宾了。好，那这个N号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有一位学生呢极力推荐我们，说这位中文老师好，应该值得推荐，而且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哦。而且我们跟N号已经约了半年的时间了，然后在这半年的时间，N号去了非洲，然后可能中间还有好多国家，然后最近又去了菲律宾，刚回到马来西亚，所以是他同时是一位潜水教练，而且是这个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可以挖一挖。N 号的人生就是一本书呀，让我们打开它。N 号你自己打开一下。听说还是潜水教练哦。对，N 号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来，大家好，我叫N号，然后英语的名字叫 Howie， 我是华语老师、中文老师，我也是自由潜水教练。然后平常没什么事，我就想要尽可能的去更多的地方旅行，看看这个世界这样。N号，你是马来西亚人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听说你还去了台湾学习吗？所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个过程？对。就是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那种双年制，这样2年在马来西亚，然后2年在台湾，然后就把大学念完。念完大学以后，我就再继续念研究所，然后又一边工作这样，然后就在台湾待了5年。哦，待这么久哦。工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工作和念书一起都有。那个时候工作是做我是一个交友 APP 的一个马来西亚的行销交友 APP 的马来西亚行销，然后在台湾工作。对，因为这是台湾的公司，但是他要开拓马来西亚的市场，所以我就在里面工作，就是代表马来西亚这样。感觉是挺按部就班的生活啊，挺按部就班的工作。那后来你为什么辞去了这个工作呢？做这个潜水教练？后来没有特别辞去，可是我就说，我要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很不开心，就是因为其实工作上班的地点非常近，只是可能走路3分钟就到了但是可能我有我要的钱，我有我要的工作，可是我好像不开心，所以我就活动范围太小是吗？对，我不知道，我就说，可能我不想要在这个地方，我可能就是什么都不要，我要去旅行。然后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换线上的方式吧。所以我就好啊，所以我就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就是旅行。旅行。那你现在还是有那个工作的？现在去年就没有了，去年辞掉了。OK，N号，我还有一点很好奇哦，你刚刚说你在台湾有当这个交友软体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行销嘛，对不对？对。那后来做了一阵子，你觉得不开心，对不对？你现在有想出来你不开心的地方是哪里吗？我特别喜欢问不开心的事情。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是不满于现况，还是人生没有突破，还是你觉得你应该去追寻更广大的未知的世界？因为很大的决定，我觉得是。对。那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还很年轻吧，然后其实我有很多事想做，我有很多地方想去，到现在还是有更多的事想做，更多地方想去。可是我每天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然后我在吹的是空调，是冷气，是假的空气，假的风，假的空气。然后在台湾和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日落大概7点这样，可是在台湾是6点吧，所以可能我上班了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太阳，我只能从窗户外面见到太阳。然后我看到在午休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好晒好晒，但我要在那个太阳下就这是阳光，很舒服。我为什么要一整天关在像一个笼子一样，然后就没有不能去很多地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很不开心。然后台湾也是小小的嘛，然后我觉得有好多更多更国际化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来到台湾这样。就有时候和同事沟通啊什么，我觉得你不懂我这样。对，所以你现在已经去过多少个国家了？你有数过吗？我没有特别数，可能差不多50吧。哇，50个！所以你会故意的去这个积累这个去过的地方吗？比如说我下次再去欧洲，我可能要去没去过的国家，还是说就比较随性的啊？这边有朋友，我去看看朋友。其实我是想去尽可能的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可是就是比较难做到的是，因为可能也要有足够的钱，所以像欧洲这么贵的地方，对，我会到这个地方就肯定是有朋友每一次，所以我可能可以去借宿一下，然后认识一下这里的人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想去更多的地方，就是没去过的国家。那你出发之后，你是怎么突然想到做潜水教练这个职业？是怎么突然就是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潜水，然后我在台湾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台湾南部学了这个自由潜水课，然后我又认识了好多好多新朋友，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兴趣而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和工作在一起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在旅行的时候，我就从台湾去了越南，然后慢慢的旅行，往南去到东南亚、泰国，泰国对。然后在泰国我就继续学，继续练习，因为我想潜得更好更好。然后就有一天，好像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教练不够，你要不要就是当助教一下，帮忙带一下课啊？我就当助教，当了助教以后，我就去上教练班，上了教练班以后，我就开始教我的第一堂课，因为好像有好多中国人来啊，台湾人来啊，香港人来啊，这样。然后圣诞节有很多人回国了嘛，要不然就是去旅行了，所以他们就缺教练。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教，不停的教，一直到新冠。然后我才回来，回马来西亚这样子 ，OK，所以我不能待在泰国。对，这样子说来，你在泰国，就是从助教变成正式教练，然后在泰国经过的这个过程，对不对？对，但我来回马来西亚，因为它非常靠近。OK， 了解。那恩浩，既然你是自由潜水教练哦，我们3位大叔都不会潜水，告诉我们一下，潜水有什么诀窍，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不适合潜水？还有可能你教学员的时候有一些秘诀吧？大概潜水是怎么样的一种运动呢？就是我觉得像普通的水肺潜水，就是我们是就是背着氧气瓶，然后可以呼吸。对，然后你是看珊瑚、看鱼，就是看外面，你是专注在外面的世界。可是自由潜水是闭气，是憋气的。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张开眼睛，你可能就是也可以闭上眼睛，因为我们有一条绳子。绳子对，绳子是往下，这样我就不会可能游更远的地方，因为可能我要下50米，那就是准确的50米嘛，因为有一个重量把绳子拉直，我就不会再往下多踢，所以我可能就会吸最后一口气，然后我就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就踢，所以我只是专注在我的身体发生的一切，还有我的脑子里是在想什么，有一点像冥想一样。有这种运动吗？我以为自由潜水就是像水肺潜水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氧气瓶的，直接这个钻进去是吗？那你能潜多深呢？你一口气憋一口气下去再上来，能潜几米？目前我最好的成绩是53米。53米，所以好厉害。我很好奇，所以所谓的自由潜水就是身上不需要有任何的装备，
然后系一个绳子在身上，这要有泳裤吧？对，当然要穿泳裤了啊！咋和大自然亲近到那程度？飞叔你在想啥？然后就一直往下，但是其实不需要其他太多的装备，你就是专注在潜水本身，然后去思考身体发生的变化，这个是自由潜水吗？差不多，就是那个绳子不是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有一条安全绳，是连接那个绳子，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我是不会可以把你拉回来。对，可以把我拉回来，容易的救我。所以我有安全绳，可是还是有一条绳子，然后有一个大浮球，所以我就是跟着这个绳子，跟着这个绳子，绳子往下走，你跟着它慢慢往下沉，是吗？然后跟那个浮球一起往下。不是，浮球就在上面。浮球在这个浮球是浮球飘在上面，然后绑着绳子，然后绳子跟你连接着，然后绳子没有连接吧？绳子跟我没有连接，但中间我有一条安全绳是不会离绳子太远的，是跟绳子扣在一起。OK， 然后这个绳子是直的，因为下面有一个很重的底配把这个绳子拉直。OK， 对，然后我就沿着这个绳子，跟着这个绳子往下。明白了啊，它顺着这个绳子往下潜了，顺着绳子往下是攀下去那个感觉，对不对？攀下去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可以攀，就是我只用手不用腿，要不然我就是看着这个绳子，然后我就踢绳子就一直在这里这样。OK， 所以自由潜水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去看那个水里的生物，还是说去挑战这个自己能潜多深的那个极限？比较像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吧。因为恩浩说你眼睛可以闭着嘛，那你就是不去看四周的景色，你就是慢慢的顺着绳子这个方向慢慢的往下潜，然后可能所以自由潜水我很惊讶好像那种感觉是去感知身体的变化，跟可能思考的一些，你可能边潜水边思考人生大道理之类的。会有时间思考吗？还是我觉得会很想要看能不能这次潜得更深吧？会不会是哪一种啊？是那种比较冥想的那种，还是比较挑战自己、突破自己、达到极限的那个享受是哪一种？我觉得是看个人吧，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这么的爱竞技，所以我越放松，我就潜得越好，这样。所以在潜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有时间在想，可能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什么这样，只会专注在可能在几米我要做什么事，然后我可能要放松，可能我的腿应该怎么样，我是不是离绳子太远了？我只会专注在现在当下发生的事。只专注于自己身体的感受，不是说你在想些什么东西。这个冥想是一样的，是那可能就是跟个人的需求有关。有的人觉得自由潜水可以帮助他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有的人觉得潜水是去可能海底比较安静吧，可能帮助于自己去思考一些事情，对不对？也可以，你就不用去太深，你就在那里这样，我们叫 hang， 你就抓到hand，就在那里飘。你们好棒就在那边晃一下，那会不会有鱼攻击我们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鱼比较怕我们。真的。听起来我真的不晓得自由潜水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很有意思所以那恩浩，所以会来想学自由潜水的学生都是怎么样的学生呢？他们的心态是什么？还是跟你一样，他们只是想要享受那个运动本身带来的那种快感跟乐趣？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有吧，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想要体验看看，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要拍照，因为他们觉得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吗？就是我自由潜水，然后有个教练会下去，我拍个照这样。对，这一定要拍的，一定要拍照，不然就是没白去了呀，白潜了，白去了，就很，就是现在也是很竞争，我们一定要就是我们还有拍照服务这样，但也是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可能有一组照片10张，可能有5张是很漂亮的，那另外5张是
可能新的学员他们可能新的学生他们可能是头的姿势不好啊，很丑踢的姿势不好啊，我说这个就是你要改的地方，下一次就会请的比较好。恩浩，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做这个潜水教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做，还是说随着你旅游地点的变化，你在不同的地方在做这个事情？现在我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做，因为我还要带我的装备啊什么的。如果我要去更远的地方旅行的话，我觉得就很不方便，还要带我的脚蹼啊什么的。对。那你的旅行其实是在你工作的间隙去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东北季候风的季节，所以潜水季节就会变成了冲浪的季节所以我们就不工作了所以我可以去别的地方继续工作，可能我可能去什么马尔地夫啊什么哪里的，但我也可以选择就去旅行或者做冲浪教练。对，可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的时候会考虑冲浪教练。OK， 有什么？那怎么那你每次怎么选择目的地？因为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话，你会怎么想？我下一个该去哪里？目的地去哪里？对，就看我想去哪里。就看有什么机缘，我想去哪里，可能有人在附近啊，或者是我真的很想去这个地方。就是我想问，就是你这个，你想去这个国家，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最吸引你呢？吸引到你想去这个国家？我也不知道，像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好像我去非洲的时候是觉得，我从来没有去过非洲，我想看非洲是怎么样的。就你当下的心境就是说我还没去过非洲，我就去非洲吧，是这样吗？就没有特别的计划。对，像我想去南美，是因为我想去马丘比丘。那我都到了马丘比丘，我就在周围的国家一定要都逛一遍。顺便，对对，对，因为太远了吧，我不能就去了马丘比丘就再回来，我就。那你比如说你去了马丘比丘之后，你感受怎么样呢？你觉得真的是和想象的好像很接近，还是好像名不副实呀，也就那样吧，就这种感觉。我觉得马丘比丘是很漂亮，但我更喜欢那个徒步的过程，那5天对，上去的那个过程，对，到了马丘比丘就没了嘛，就最后我觉得，哇，好厉害，这真的是他们盖的吗？还是外星人怎么样？但是就比较短暂，对，过去的征服的过程更有意思，就结束了。对，我觉得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恩浩，你去过那么多国家，超过50多个国家，那你的前3名，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对，是哪里？我觉得其实我最喜欢泰国。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泰国？泰国我也很喜欢。对，是体验吗？还是风景？还是文化？还是什么？我觉得泰国，不是现在这个非常非常商业化、非常游客，好多游客的泰国，是真正就是原汁原味那种泰国人的幽默，然后泰国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可能有很多什么那种潮州的影响什么的，有时候他们的幽默，然后他们讲的笑话，我都听得懂，所以我觉得就跟我比较贴近一点。我很喜欢泰国，我也很喜欢吃泰国菜。泰国人好笑，真的天然好笑，天然好笑。然后你也喜欢那里的气候、人情味，对不对？对，那里的人情味，特别喜欢泰国人。泰国人，我喜欢泰国人，可能比泰国的风景啊什么的还多。泰国菜，泰国人。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哪里啊？那个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为什么呢？非洲就好像一个，好像不是在地球的感觉，对，像那个这种感觉，好像沙丘，完全没有概念。对，纳米比亚，很好。我觉得我们有很多非洲的观众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非洲好了，因为一般来说，非洲通常不太会成为旅游的那个 bucket list。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非洲呢？
一开始的动因为机？我要去南美，然后我要去南美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经过对，非洲，或者是对对对欧洲，要不然我就要经过美国，但是美国转机也要也要签证，我没转机一下，有签证，对，所以然后那时候我的男朋友在非洲，然后就刚好我们就在非洲见面，然后我们一起旅行，然后之后就再分开，他继续去他去别的地其他地方，方。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对，我的最终目的是南美嘛，所以我就可以从南非飞到巴西，然后从巴西再继续。后来你去了纳米比亚，对不对？哦，然后你去那边有什么感受吗？纳米比亚有什么让人惊艳的地方？为什么你说它不像地球？刚才你有提到，像土星、火星，对，差不多，像那个沙丘，你知道吗？那部电影吗？哇，很有外星真的是好大世界沙丘，哼，那个沙漠，然后我开车开的，我就是从来没有开过这么长的车，这么远的路，我就这个路超烂的，怎么可能一个是纯沙漠，还是说也有那种大的岩石，就是交替的都有这种什么各种风景，有沙漠，然后可能沙漠旁边就是海，就很像沙丘嘛。沙漠，然后旁边就是海，然后那个海就是，然后很多沙漠，然后有时候是干干的草一大片，所以很多地方是无人区那种，是不是？对，可是有时候还是有人住，然后有人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些孩子看到我们的车，在很远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跟你招手，可能要你买东西啊，或者是，对然后他会追着这个车跑。但是有一个最深刻的是，他不是要钱，他要的只是水，要水，对，要水，对，他有空的那个叫什么？水瓶，他拿着瓶子过来找你，对，保特瓶，大大的保特瓶，他说我要水，我要水，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水给他了。那因为就是你要开车那么久，你自己因为可能你会迷路啊，或者是车抛锚什么的，你可能也需要水，或者是这个你都不担心吗？我当然担心，下一个商店在哪里？因为可能下一个商店可能要开4个小时后才到。是啊，对。但我们把我们的水给他，但我还有我的小水瓶，我就想我要靠这个撑，然后我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下一个商店，然后我要再买一个大大的水。对，说到这个呢，还想问问你有没有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去过那么多地方。那我们之前有采访来宾，他在印度被猴子咬过。对，你有没有很危险的经历？对，他被咬的那个大腿肉都被咬开来了。哇，对，所以你有没有类似非洲猴子？这不是印度的猴子，不是非洲的猴子。印度的猴子小小的，但印度猴子蛮凶的。对，所以恩浩有没有特别难忘或特别危险的经历？也没有。我觉得我最难忘是我在那个好像是在津巴布韦。的和莫桑比克的边境的一座山，然后那座山我们就是为了省钱，所以我们就查了一下，就是可能要走7个小时，开车还是走路，因为我们要省钱嘛。然后可能来回就要14个小时，然后我说不行，我一定不能走14个小时。对啊，太疯狂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的试试看，当天去当天回是吗？14个小时。哇，我们应该是3点起床吧，就开始走。我们最后回来的时候，完全不是14个小时，我们到的时候就是也是早上3点，24个小时，那累死了，虚脱了。但是你们还是得回到家，所以还是得走。哇，然后因为我到一半。我到了半山，我就说我不要再走了，我觉得我一定不能到尽头。然后男朋友就说好，我继续走，然后我们就相约可能几点在这里见面这样。然后可能好像是2点吧，
2点他还没回来。啊，很紧张啊，你很紧张。如果我有那个叫什么口哨子，我就哨子我还可以跟他对啊，叫他吹一一下下，对，对，你还活着吗？是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信啊号，对吧？在那里，山区也没有信号，然后嗯一本书我都看完了，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要走吗？还是不走？然后等了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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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几乎都快日落了，我才看到他。然后他说他也迷路了，哇，然后他水也喝完了，然后嗯他就听哪里有水源，他就去找水，对然后他就去走了好远好远，然后去找水，他就喝了，他又不知道怎么回来，然后到最后他就什么路也不跟，他就是往前就是开路，因为我们在去之前就有人说，哎，你一定要请一个当地的向导那个叫什么，有向导一些向导啊，对一些人，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人会保护你，有枪的那种保保因为镖吗好像有很多那些可能毒贩会野兽藏在里面这样，对一些黑帮的人，因为是在边境嘛，然后我就好害怕，惨了惨了，是不是也有这种被坏人绑架的什么的风险，对，然后他所以为了回来之后就说看什么呀？你们在那儿？他为了要值得吗去到那个最什么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最高峰，然后我就是我走到那个半路，我觉得因为有一个小房子，我觉得这里我就够了，已经够漂亮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哇，好疯，太疯狂了。”他说他刚刚好像好像那种原始人一样，就是哪里有水就去找水，就是水。他觉得他疯了，对，然后他说什么都不管，他就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这个小房子，他就什么路也不管，就是他就往那个方向去走，对，对，但也是大草原，所以就往前走，然后我们就相遇了。然后我说我们一定要快走，他说他好累，然后我说可是太阳要下山了，要天黑了，对啊，对。我们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迷路一点点，因为很多石头啊什么，就是看起来没有路，但其实你在爬的时候石头是有路的。那下去的时候怎么办？我看下去是悬崖，但其实是有路，但我可能认不出来。对啊，然后休息了一下以后，对，一边在走，我就一边说太阳等我，太阳等我。然后结果还是太晚了，太阳还是辜负了你，还是天黑了。对，一片漆黑。然后我想说，惨了，这里没有路，这里也没有路，那里也没有路，然后我们就卡在那个，我觉得我卡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平台，然后都是悬崖，我说怎么办？然后找了好久，差不多1个小时，我们才找到我们上来的路。也没有人路上，对吗？没有，因为这里好像荒废了一样。然后一直我到我们走到最下面的时候，原来那里有一个人是在那里工作的，可是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而且他很吃惊我经过他，我也不知道他在我的身边，好恐怖，因为在后来没有光，对，他把头灯打开，他就说你们过来，我吓了一跳。那个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看不清楚了。对，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说我要水，你有没有水？给我喝水。然后他就很好心的给我们喝水，然后他就说我要跟你们收$20，一人$10，因为你们喝了水没有付门票没有付门票，还有门票呢。他说进来要门票。可是我说我们进来的时候3点，你也还没有上班啊，然后门也没有关啊，然后怎么知道呢？都没有游客呀，告诉我。对啊，这看起来也像荒废了一样啊，也没有就是一个叫什么那个箭头说我要走哪里，我们差点就住在上面了。然后他就跟我们$10吧，争执了好久，才不会给他。我就一点也没给，就不用给是吗？那还好，可是我们越凶，他就觉得就是荒废地方，就是我们不尊重他，所以我就说，哎呀，你就体谅我们吧，你看我这么累，你看我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好吧，我可以不收你们钱，但你们，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我会有头灯，他说你尽量就是把头灯关掉，不要让人发现有2个人上来过，因为不然有人会问他为什么少了这$20。OK，对，从那里要走回去，我们还要走4个小时，已经下山了。
然后路上我们一直想要就是这个叫什么 hitchhiking，要叫车是不是？搭便车，就是搭便车搭便车，要搭便车对，要搭便车，然后有人就是说你给我$50吧，你给我$20吧，这样。我说哇，平常遇到那么多好人，为什么今天遇不到？都是坏人。对，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走到回去已经3点了。哇，这个经历真是24小时没有睡觉，我觉得，是难忘，我再也不要做这种事。是难忘的经历，但是听起来也蛮危险的耶。这个因为你回去有一直埋怨男朋友吗？他已经看起来像一个那种丧尸一样，他的眼睛像是丧逼，已经凹进去。然后我说哇，我已经可以知道你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说我在这里睡吧，我说不要在这里睡吧，万一有什么有人要来打枪怎么办？走，然后就可能走个500米休息一下，走个500米休息一下。我是没有那么困，因为我已经休息了嘛，在半山。对。但他是从来没有休息过，对，整趟，所以他就好累啊，好渴。哇，这个经历当然也很难忘啊，不过也真的蛮危险的啊。那有点蠢。不会，这个我觉得蛮有，不会。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到那里了，还是要看一下，对啊。对。那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恩浩，你当当中文老师是怎么样开始的？怎么样的过程？因为我在台湾就上了对外华语教学的硕士，然后我就开始想要教中文，刚好啊，就是你到处旅游的话，在网上可以教中文。你那时候的想法是想要教就是一般的那种，还是班级的，还是那个在线的那种？那时候没有在线的想法，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学校还是班级教，因为我实习过。Oh my god！我就不可以在一个没有办法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就是比我在办公室还更压力，我觉得压力更大。所以，可是我也在很小的时候，我有英语老师，然后我的英语老师他说，我印象最深刻是他说我是美国人。我今年什么65岁，可是我去过80个国家。然后他说我没有房子，我没有车，但是我到每一个国家，有时候是有钱，有时候是就是义工教学。可是他去了很多地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可以这么做，但我怎么可能当英语老师呢？然后我长得也没有这个说服力吧。然后所以我想，那我可以教中文。所以我看到有这个，所以我就试试看上这个研究所，然后我就去巴厘岛教，去巴厘岛教中文，对，在巴厘岛教中文，就教什么警察啦，然后那种免税店啊、酒店啊、餐厅啊，因为很多中国人，然后我们上的课程就是。什么旅游买一送中文对，只有巴厘岛，对，只有本地货，只有这里有，那里没有。就是我的护照实用，非常实用啊，对，叫卖用的，对，特别的。我的护照不见了，你的护照是什么颜色？我的护照是红色，这样，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样帮你？就是对，这样。就是给警察的，给酒店的那种。对。那后来是不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就转线上嘛？是这样吗？对，是因为疫情。可是我在巴厘岛很早我就离开了，因为那时候工作是全包，就是也要做，要当口译，然后要当翻译，然后就还要主持婚礼。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持婚礼，对，就是有很多人想要在巴厘岛结婚，然后就会有真的神父，对吧？然后我就是那个像口译员，可是我也是要穿的像神父一样，然后也是要讲他的话，就是他讲英语，我要讲中文，这样翻译主持婚礼。我觉得好奇怪的工作，就你没有给我那么多钱，可是我做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在巴厘岛，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冲浪，我根本没有潜水，我就是每天在工作，一天工作超多个小时，也没有放假，所以我就离职了。然后我就做我的事。然后疫情的时候我就试试看在线上。
OK，了解。哦，那就到现在。那现在你的主要工作是对啊，你的中文老正师职工作而不是潜水教练吗？是哪一个？两个都是还是？是潜水教练吧，因为中文也没有这么多学生，欢迎大家。对对对，您可以需要把帮你广链接告一下吗？给我们，我们放在视频下面。对，那你跟那个挪威的同学是怎么认识？他怎么找到你的？那时候他好像是要去中国，然后中国还没开放，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中文的环对境。对对对，他在马来西亚，我想起来了。对，他在马来西亚。对，他就来马来西亚，他想说我在马来西亚也是说中文吧，对不对？他就问我马来西亚哪里最多华人，我说槟城蛮多的，然后他就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到马来西亚他好像要报一个中文课程这样，当地的一个语言学校，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报不成啊，然后好像他们也还没开，然后他就找到我，然后我说好，我们就来上课，然后就一周见3次这样。可是我那时候也不在马来西亚，我好像在巴厘岛那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在线上，线上教，所以我们就线上，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吃这个，你可以吃那个，然后你看到这个，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要买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学生中文还蛮好的，他也有来我的聊天课，他中文蛮好的，对，非常好。那恩浩，我们最后呢，想要请你总结一下，你自己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对，把它全部都告诉我们来，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你摸得清你自己吗？然后你未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跟计划？我觉得我是想到什么就要马上做的人。对，我同意。我觉得你很顺其自然，就是追求你内心想要的东西，这种很不容易。给我的印象，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很不容易。对，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什么，我就想着要马上抓着，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明天我就被车撞了，然后我就会后悔。为什么恩浩你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无常在你心中好像。反正明天会怎么样我不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人，总是在追求什么东西，好吧，我要很有钱，然后我可能买了这样的车，然后我可能要换更新一款的，然后我要再换更新一款的，然后就是一个循环，就是钱的追逐，对不对？钱的奴隶，对，然后或者是要满足父母的期望啦，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是有很多这种压力，然后我觉得就是够了，我要做这种生活，你不想要活在这个无限的回圈里面，你想要跳脱出来，不然我活着干嘛？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我就是要贡献给这个社会什么东西吗？就是为了这个经济，然后我要贡献给这个社会，然后我要可能让我的孩子再继续承受这种，继续在这个圈圈里面，就是我养你，我生你就要还给我这样。然后我想说，就是然后很多人就想着说我退休我要干嘛？我退休我要干嘛？退休我要干嘛？可是我在每一次在旅行的时候，我在背着我的包走很远的路，或是我在山上的时候，我觉得，或者我在海里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再晚个10年做这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力气做一样的事，而且感受我都觉得累了。而且你现在做跟10年以后做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对不对？我可能会做不一样的决定，可能会更保守一点。对，然后我可能不会就是这么勇敢的冒险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是有什么机会我就去做吧，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快点做吧。那你是蛮勇敢的哦，蛮勇敢的。然后愿意去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有的人走不出这一步，然后会去接受父母给他安排的路，然后可能边走这条路心里边抱怨，走的也不开心。对。那如果不开心的话，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喜欢的路？好像什么，好像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可是就无常，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好的不好的都会可能都会发生，但是总要试一下。没错。
这个就无常观要有了啊，无常观会让你觉得今天该做什么就赶快做，没错。对，那N号最后你未来有什么想法或计划？还是就继续这样子，继续这样潜水潜到未来？我自由潜水是可以持续的，越老潜得越好的一项运动。很多运动不是这样，但自由潜水是因为我可能要憋气，然后我的血液循环要慢，所以越老是越好的。所以这项运动我是可以做到很老很老很老。我也很喜欢用我的方式去教学，对，然后我也喜欢用我的方式去教中文，然后用我的方式教自由潜水。但是我最想要的可能我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山间的小屋这样。那请问这个小屋应该坐落在哪个地方？你会最喜欢？在马来西亚吧，因为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达成。因为我一直像我们现在在教自由潜水，我们也是以一种就是学会如何放松的模式来教。就是你来自由潜水，你来学一个新的东西，你是来放松。好像我也在做水疗，叫什么 water therapy，就是帮就一个人浮起来，我就是让你享受好像回到子宫的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在学习怎么放松。那如果你来我的小茶屋，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放松。因为在城市的人压力这么大。放松不一定是要吃海底捞，然后是吃火锅吃很多，吃完海底捞你肠胃会不好。我明天就这么放松。对，这是短暂的，就是满足你的欲望，然后之后会变得就更不舒服。好像我渴了，我给你一瓶水，然后你狂喝，你是感到不舒服，但是你还会再渴啊。但如果你学会怎么放松，那是一个很好的人生技巧。所以我一直在试着要把这样的东西就是推广给别人，然后很棒的人生态度，这样很特别。N 号是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跟一般年轻人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那希望 N 号的未来这个梦想会实现。那我们3位大叔就有机会去马来西亚的某间山间小屋去那边开始水疗。3个大叔在漂浮，好丑的画面。3个大叔在漂浮。OK， 好，那 N 号今天很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学到蛮多人生观的部分你像我们3个到这个年纪，可能做很多事情都很保守了。然后会去思考很多部分，那我也非常认同 N 号的想法，趁年轻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太去想它的后果，或者是不要想太多一些社会给你的价值观。我觉得把握机会，因为这个社会给你的价值观只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而已，但是不代表是你的人生，也不代表是你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活就是活自己嘛。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所以我觉得 N 号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人生观。如果同学们你们还年轻，没有太多顾忌，我觉得就这样潇洒的活着很好，而且活出自己的态度。学中文就学啊，学中文就找 N 号啊，对不对？对，跟 N 号联络一下嘛好，你要去中国，你要去台湾，去啊，不要对就去，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去，对啊，就不用思考太多好，那谢谢 N 号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跟观众们说再见吧。对，谢谢 N 号，谢谢 N 号，跟大家说再见喽。